演员没有观众的话，其实你不能称之为演员。很多时候你在别人眼里，其实跟你在自己的眼里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最难的是你怎么能跟这个人物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就是对这个职业的敬畏感吧。你虽然很累，但是在每场戏当中，你还是尽量把你的想法注入进去，然后更好的去完成你的人物吧。主要是这几年不太一样。原来你高产时候，你演的角色一部戏可能差不多200场戏，那个时候你完全不会，因为你拉的周期比较长，然后你做功课时间比较长，然后你每天每一场戏都是你做了可能很长时间的功课之后去表演的一场戏。但现在新的带来的困惑就是，你一部戏可能有800场戏，像重启的时候有1000场戏，那个对你来说。体力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心理，因为你每天的人的情绪和你每天不可能是说能保持到一个特别好，或者说每天都是特别积极，在那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嘛。我觉得就是对这个职业的敬畏感嘛，就是你虽然很累，但是在每场戏当中，你还是得尽量把你的想法得注入进去，然后去尽量更好的去完成你的人物吧。对于人物的理解上面，因为像《亲爱的自己》里面陈一鸣这样的人物，其实在我原来就是跟这样的人物有些世界观或者有些想法不太能统一的时候，其实内心会有时候会有些排斥。但是跟丁导开拍之前，我们聊通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的时候，常年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觉得大家都认为你是这个样子，但很多时候你在别人眼里，其实跟你在自己的眼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丁导在现场的时候，你会特别放心，然后特别有安全感，你就尽量去演，尽力去演，演错了他一定会告诉你。其实也是在一边拍的过程中，跟导演不断的去探讨，然后我们不断的去分析他的心理，然后去感受他当时处在的那个现状。因为有时候就是你提前做好功课，你头天晚上想象那个场景，然后在脑子里面把这场戏走完之后，和你到现场真正进入一个实景其实不一样的。而且你每拍一条的时候，你身边的所有你的沙发或者灯椅子，就是它能对你的表演带来的刺激和对手带来的刺激其实不一样。有可能你多做了一个动作，或者说你多拿了一个东西，它反应就特别不一样，有时候还挺好玩的。因为现在你人物更复杂了，然后它的阶段会变得更多。其实这就像我现在拍的这个《叛逆者》，它这个剧本当时吸引我的其实就是它是阶段性，就是它不会有这个成长过程。它这一阶段拍完了之后，它突然一下可能就到了另外一个年龄段和另外一个阶段，跟原来你想法说我要多演，然后多进入角色，它突然一下就跳了。因为我们电影学院学的，我们大家的教材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派，都是说的是。这个反正我自己拍到现在，我不太再去分派别或者技巧，或者是怎么去处理这个节奏，或者是怎么样。拍到现在，我觉得最难的是你怎么能跟这个人物融合在一起，然后怎么能变成这个人物。特别是电视剧，我觉得这个难度太大了。当你有800场戏的时候，你不可能每时每刻的，因为你毕竟还是你自己，每时每刻在这个人物的状态里面过他生活。反正这也是我还在想的事儿。因为现在既然有机会选择，所以我想拍一些越来越能拍一些好的，就是能看得见的，会预想到会比较好的这样的作品给观众看。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剧本的时候，我可能会去拍话剧。演员没有观众的话，其实你不能称之为演员。演员其实因为你的表演就是给观众看的，然后你和观众最直接的互动就是在舞台上面。就是你的设计和你当场的反应和你临时可能有一些即兴的东西，观众马上就会给你反馈啊，所以那个对演员的成长还是挺快的，我觉得，